为什么大家都叫你杜妈呢？杜妈的话，是因为在做 Unique 的时候，然后他们不是训练3年半4年才出道嘛，然后第一张专辑的时候，他写的是杜妈，所以我觉得那一刻的话，他应该把我当成妈了，Unique 那个整个组合，所以在那以后的话，大家都是以杜妈相称。妈这个称谓的话，我觉得是带着就是说那种责任感的。其实实际上我挺不乐意的，因为他们喊我杜妈的时候我还年轻。我2014年嘛，那时候我才33岁，我那时候稍显年轻，但现在40多岁了，我就慢慢的能接受了啊。杜妈其实压力挺大的，太大了。那我觉得在我的世界里面，我希望对每个艺人的话都是去说真话。你们有野心吗？那肯定是得有，要不然就不会做这行。肯定都希望自己走得很高。我来你们公司最大的感受就是，你们公司对承认自己有野心、有欲望、想红一点都不避讳。那你们公司访问所有的人都是我要红，我要努力，我要怎么样。因为前辈们都很优秀嘛，我们肯定也得。这是企业文化是吗？不是，我是觉得在这个行业里面的话，它是一个抛物线，你随时你不努力的话，你都可能掉下来。我希望他们是有战斗欲望，然后是有一颗想红的心。就是他们都是从新人，然后被你们签约，然后一步步往前走。就是大家其实看这期节目，我觉得有着巨大的好奇心，他们身上到底有什么特质？你能看到这些人能做艺人，甚至未来能像你们公司的这个王一博一样，能成为一个一直在这个各个影视圈也好呀，唱片圈也好呀，然后都有实力的这样一个艺人。那么他在开始时到底有什么样的特质呢？其实他们在这个行业，包括你说信息啊，他们都是练了4年的，包括时域3年嘛，最短的也有2年多。他就1万小时理论。其实你在2、3年、3、4年，甚至4、5年，甚至8年的培训当中的话，其实我们第一的话是在练他们的业务能力，唱跳、表演各方面业务能力。另外一部分的话是在磨练他们的意志。就像岳华选上了练习生的话，他在中途的话，当练习生的时候，他会因为某些原因自己放弃。那他自我放弃的话，那这个就没办法，因为他坚持不下来嘛。这1万小时中间有很多人其实是就离开了，就放弃了呀，对啊。挺多的，对啊，其实经历了很多，就是因为很多人都走了。对，我不干这一行了，我坚持不下来了，很多比比皆是。然后第二部分的话，比如说面对网络上的一些恶评，或者说负面的评论，或者其他，如果心态不好的话，很容易抑郁。我那天就问他，我说我能问你一下，你看你现在就做这，你怎么办？他说我参加浪姐，有一天来了10万人骂我，200万，200万条，200万条，祖宗八辈都给骂了。我就觉得，我说100条我都被骂200万条，我就觉得有什么？叮当他是一个很好的歌手，但就是唱得太好了，你会显得别人太差了，所以放在团里面的话反而是不和谐的。我们很担心，就是说其他的29个姐姐没有合适你做女团的人怎么办？我只要打开你的各种社交媒体，都是你家艺人的各个阵营说你多管管这个。我那次看完那个，我说这得是什么承受能力呀？怎么能不被干扰呢？怎么做到的？我不会被干扰。我从09年到现在创业15年了，然后经历了很多波嘛，因为公司的艺人就是说有持续红的嘛，所以就以前的话会有骂的，包括工作人员也很多被骂的，那他们的话就最后的话可能就关社交媒体。但对于我来讲的话，我还是希望有个社交媒体的话，可以跟粉丝呀、跟大众有个交流的一个渠道。所以这个我就社交媒体的话，我就一直留着，就不关。我为什么要关？我凭什么要关？是这样。我觉得第一的话，我觉得我没有做错任何事情。第二的话，我三观很正。第三的话，我是想做一件就是说令大家骄傲的事情。然后我希望我们公司培养的所有的艺人的话，他是对社会的话是有贡献、是有正能量的艺人。那我觉得我做了正确的事情，所以你们对我的评价与我无关，我只做我自己认为正确的事情。今天体验感太不一样了，是吧？站在那个大楼门口，就有那么一瞬间，我就会觉得好像
感动，代表着一类人梦想成真。然后我看到一个标题写到的是普通女孩如何变身成为娱乐公司老总。因为在海外的话，你不管是日韩，还是在欧美，他们基本上都是整栋产业，比如说办公室，然后像这种展览厅，然后售卖周边的产品的是一体的。其实我以前在国外我自己看到的时候，我就特别羡慕，你知道吗？我今天其实看到大楼，我在想啊，你就是一个从江西走过来的小女孩。对。我想18岁来北京，因为当时的话，我本来是保送南昌的大学，但我自己毅然决然的，我觉得我想跑得更远嘛，然后就来北京求学。之前的话，家里条件还蛮好，然后后来就败落了，因为是我爸爸做生意，然后我妈钱被别人骗光了，败落以后，正好我上大学那一年的话，是家里最没钱的时候，所以当时的话是因为要交学费。我记得好像是1000多还是2000多吧，然后就没有钱，然后就借啊，对，给我纸巾。那个也是让你的自尊心其实受到挑战的时候。会，因为就以前的话就没问别人借过钱，你知道吗？然后都是东拼西凑的，那个人给我几百块钱，这个人给我几百块钱，我忘了我上大学是1000多还是3000多块钱的学费，我不太记得了。后来的话就是说。那个学费应该是没凑足，然后我就是在学校的话是那个勤工俭学，就问学校贷款，所以我从大一开始的话，我就基本上就在外面勤工俭学了，因为我要自己赚钱，自己去养活自己嘛。你有没有觉得这段人生经历其实对你后来是有影响的？对，你经历过非常没有安全感的那种状态，对，你经历过其实什么都没有依靠的那种，特别的恐惧。就那时候的话，因为我知道我父母的话是我不能再依靠他们了。然后我上大一的时候，我又欠了好几千块钱，好几千块哦，那时候对我来讲是一个天文数字。然后我自己还得坚持读完大学，所以那段时间的话是压力比较大。但我觉得我有个好处就是，我是一个比较乐观的人。所有事情的话，我不会想得特别，绝望。我觉得只要我自己努力，我就有机会来养家糊口。因为我大一的时候我就开始勤工俭学了。我大一的时候我就在零点调查就做访问员，然后就在那边就做那问卷嘛，就在路上拦截访问什么。进别人家里去访问，一份问卷得访问别人1个小时。因为我以前的话，我是一个社恐的嘛，我就不太喜欢跟别人交流的。那段时间对我的锻炼蛮大的。大一，然后经常有时候的话，因为那时候小姑娘嘛，18岁，然后有时候不是要入户访问嘛，就去别人家里敲门。其实进去以后有时候也蛮害怕的，因为突然发现一个，你进去以后才发现他们家只有1个人，而且是个壮汉。后面的话就还介绍好多同学做我的下线，然后他们每个人的话就是有5%的还10%的抽成嘛，就比如说他们赚50块钱，我就能从他们身上赚个5块钱10块钱。而且那时候我觉得我学会了做生意啊。到了大几，你开始不仅把你的欠的学费还清了，还不用家里任何一分钱。我从大一开始就没有用。大一下学期开始我就没问家里要任何一分钱，都自己养活自己。然后我爸偶尔会跟我打电话，就说女儿你怎么样啊？你需不需要钱啊？其实那时候我觉得我已经很穷了，那我会想几秒钟，然后很笃定的跟他说，我说爸不用，我现在生活很好，我赚了很多钱。我说你不用再给我钱了啊。我是那种报喜不报忧的。就所有的就是难的事情，我可能自己会消化，但我不会去把这些去分享给家人或者说朋友，因为我觉得解决不了我任何的实质的问题。那你毕业的时候好找工作吗？大学毕业的时候，因为那时候找工作比较难，你知道吗？在03年的时候。那时候的话，我不是在0点当访员吗？那时候我们的督导就是普通职员，应该1个月有2000多块钱。不到3000块钱，那我那时候的梦想就是说，如果我毕业能在这个0点公司找到一份督导的工作，1个月能赚3000块钱，那我的梦想就实现了。
那当时我第一份工作的话，在一个小的公司里面，因为你当时刚毕业的时候，其实你对职位呀、对薪水没有那么高要求，我好像记得是1000多块钱吧。就刚毕业的小朋友的话，特别容易迷失自己，你知道吗？因为他没有开窍，他不知道怎么干活，完全看不到自己的价值，而且在做的时候。就是因为领导老批评你嘛，因为你做的每件事情都是错的，然后你又不知道自己错在哪，所以那段时间的话就经常会做噩梦，经常做噩梦，每天都是被领导给骂哭了，然后再醒，然后自己做了领导以后，我会发现啊，就是说领导骂你说你是给你机会，如果反而就那种就不告诉你哪错了，直接把你开掉，那是最可怕的，因为你没有成长嘛，你又不知道自己错在哪。你留在北京的时候，你当时就是在这个状态，刚入职场头几年，在对比今天上午咱俩去看你那个悦华大厦开工典礼，这种很悬殊的对比，你不觉得像在做梦是吧？我在想到底是杜华很厉害，还是这个时代很厉害，还是他刚刚好一切都对，所以就有了这样的一个因果关系。我觉得是时代成就了我吧。那我只不过是在一个大的时代背景下，选择一个好的赛道，然后做了一件微不足道的事情，正好这个行业又起来了。我觉得是机会缺一不可，对，缺一不可。其实实际上，我在从毕业到我的另外一份正式的工作，应该是我在华友世纪刚毕业的那1、2年的话，其实我自己啊。住的是地下室，因为那时候1个月的话大概是1500块钱的工资，那我就跟别人合租的嘛，那每个人的话大概是500块钱，然后就是还有公交车成本，所以我的每天的饭就没有那么多钱嘛，所以我那时候的话就一般的话就每天下面焖饭，买了个电饭锅，上面就鸡蛋羹，然后下面是焖饭，因为省事儿，而且然后再和点酱油，1年基本上就那样的。那时候觉得苦吗？不觉得。那你说在华友世纪你开始开窍了，对，讲讲那段时间。我应该是2004年去的，那时候我已经很厉害了，那时候我是猎头挖过去的，所以我就觉得像在做梦啊，我觉得猎头是不是忽悠我呀？而且给了我一个巨高的工资。你过去做什么呢？做品牌宣传和公关。哦，对，那时候的话把我挖过去了，然后我们领导可能觉得我还比较拼吧，而且我那个座位啊，在那个公司的座位特别的好在哪？前面是 CEO， 左边是副总裁，右边是副总裁，你知道？我的座位就是在他门口嘛。那每天的话，当然了，我觉得我是一个自我驱动力很强的人啊。比如说老板不走，我肯定不走。其实到了后期以后，其实我每天的工作2个小时就可以完成，但我就是那种最主动的，我就会。老板，你看我把这个工作完成了，你看是不是还有别的工作？这个工作我想试一下，你看能不能给我机会？我是自己会主动去跟老板去说的。我真的是做的还蛮好的，所以每年的话，老板都会帮我加薪水。所以我那时候我就会把这个公司当成自己的家。结果呢？结果我就后来就结婚了，然后就去生孩子了。回来我是生完孩子第28天，就29天，第29天的时候我去上班。结果就听到一个噩耗，就公司被卖了。我是当天早上9点钟去上的班，大概我在11点、12点钟的时候，我另外一个好朋友就跟我打电话说：“哎，你来上班啦？你知道你们公司被卖了吗？”我说：“啊，我不知道。”对，而且生完28天还想积极的去上班的。对，你好拼呐！我超级的拼到什么程度啊？我在生孩子的那一天，大概2、3个小时之前，我们老板给我打电话。我说，这样，你等我2、3个小时，我先要生孩子，等我生完孩子以后，我跟你回过去。我是那种的。那你当时公司被卖了以后，那作为一个打工人来讲，你有更好的选择，再次跳槽？没有，我当时的话，我觉得我还反应，就当时我觉得主要是情感上不能接受。其实实际上就卖公司和兼并公司、合并公司，我觉得是一个正常的市场行为。差不多到了下午2、3点钟的时候，我就缓过来了，我就说，那我该怎么办？得想想自己的问题。后来的话，我就不是后来大家都知道那段经历嘛，我当时的话就跟我的那个天使投资人，就 Nick 去打了个电话。
然后我们就约到6点半钟在那个燕莎那个德国啤酒屋见面嘛。因为我跟他只有一面之缘，我也没想到他会来，然后一坐下他就问你想干嘛？我说公司被卖了。他说那你想干嘛？我说我想创业。他说那你要什么？我说我需要钱。行，那我给你200万吧。我说哦，不到10分钟哦，所以我就吓到我了。我说哦，原来拿融资这么简单。我就说你要看谁呢？对。然后我就说那我是否需要回去补一个 PPT 给你？他说行，那你回去补一个吧。所以当天晚上我就回去以后，大概10点钟开始补，写了一个 PPT， 4点钟开始做完，做完了以后就发给他了。第2天我就特别勇敢，我就去找房子，开始创业了。还没打过来钱你就找房子了？对，在朝外 SOHO 南塔啊，对，100多平米啊。那种感觉好吗？有没有一种兴奋刺激，然后又惶恐夹杂在一起的感觉？会。特别的既激动又害怕，又憧憬，各种的吧。我觉得有时候啊，我觉得创业这个事情啊，真的是不经意的就被外界给推了一把。如果当年我们那个公司没有被盛大给收购的话，我觉得我应该就在那个公司，我觉得会一直干下去。因为我是一个特别重感情的人，而且我确实是把它当成就是他在我的人生履历，因为前面的打工那几家公司都时间很短嘛。你在华友的时候从来没有想过自己出去创业？从来没有。所以你就是遇到了这个事儿，包括你想到创业，我听起来这前前后后所有的都是条件反射型的这种决定。对，而且我是一个很容易去做决定的人，就执行力超强的人。就我想好这个事情的话，比如说今天想好一个事情，我肯定不会拖过明天，我今天就开始做了。那你自己想明白你要干嘛了吗？想得特别明白了吗？当时没有想得特别明白。当时的话，因为是做无线互联网嘛，做 SP 嘛，所以当时就是想做个唱片公司。那时候特别幽默。然后第2天就去找办公室，第3天就开始谈艺人，我也不认识几个艺人呢。然后就去找，现在手上认识啊，什么陈好啊，什么谢娜呀，我就去聊。你跟人不认识吧？之前就见过，或者说没有那么熟吧，但无知者无畏。确实是那时候，如果你自己考虑太多了，或者说你自己太多的条条框框，你害怕的话，很多事情都做不成。那你这脸皮不薄啊？那你因为你要创业，因为你拿了钱，那你得有事情做的啊。就是想签艺人，签下来了吗？签下来了啊。还可以啊，没赚到钱啊。你用什么来说服别人呢？当时真诚。我觉得你胆儿挺大。今天我的那第一个投资人还是我们公司的投资人，还是我的好朋友。是，对，我觉得这个真的很重要。所以我们在人生的路上，因为我觉得我是40加的年龄嘛，其实实际上也看了很多的人间人软啊。那我觉得就是说，我希望我自己奉承的是说，不是锦上添花，而是雪中送炭。那很多时候的话，比如说我看到旁边朋友成功，我很开心，确实是发自内心的开心。但反而这个时候的话，我可能去跟他们接触的反而少了，反而是那种就比如说他真的遇到什么事情了，我会去主动的去关心他们，去帮他们。我觉得就在我的人生当中的话，有很多时候很低谷的时候，都是很多朋友来拉我一把。你也有低谷？太多了。就最那个的时候，我就是去跟家里商量把那个房子给抵了嘛。然后也到处去问别人借钱，然后问好多互联网的大佬也借过。那时候的话，自认为跟他们关系还不错，结果说你能借我300万吗？别人说不能。然后后来的话，就是我的那个天使投资人，就 Nick 杨宁，他就又借了我300万。对，对，所以我今天仍然我就觉得我很感谢那个我的那个天使投资人，对他相信我，就包括我自己现在不是也做很多的投资嘛，那我就觉得今天我自己有能力的时候，就像别人当年帮助我一样，我能帮助一些创业者，因为创业者就是说真的。创业这条路的话，我觉得是很坎坷的，也不一定能做成啊。很多时候投资也是打水漂啊。但我有时候我就觉得就相信嘛，就是说我很感谢我的投资人，他相信我，所以让我今天有这样一个机会坐在这里跟你聊天啊。我觉得你整个的成长也蛮有意思啊。然后呢，其实我会觉得
很多年轻人听了就会觉得，其实梦想离自己并不遥远，其实就是人要敢想。你敢留在北京，住了地下室，对，敢想才有了后来的一切，对吧？对，我觉得就是梦想很重要。那我做月华，2009年做的时候，我的梦想就是可以做一家上市公司，所有人都觉得我在做梦，真的，旁边所有的很多的朋友都觉得我在做梦。但我今天的话，去年我们上市了，那我觉得我的梦想照进现实了，这就是我觉得我的人生中的一个小小的梦想。那经过我自己努力，我实现了，我就会有成就感。你下一个梦想是什么？我下一个梦想就是把 C-pop 带出国门，走向亚洲，走向世界。不管大家相不相信啊，但我这确实是我这2年思考的问题。我觉得中国的话，在这么强大的情况下，它需要有文化输出，而且文化输出的话，就肩负的是年轻人的肩上。我们真正被所有人看到的是18年，就是你09年创业，对，然后真正被看到第一个团推出是2014年 UNIQ， 正儿八经被所有人看到的是2018年的偶像练习生，范丞丞、Justin、朱正廷，然后创造101第1名、第2名孟美岐和吴宣仪。那一年的话，是我们公司真正被大家看到的那一年。所有人在那一年看到最多的就是月华2个字，但是在这一天之前，其实你们已经是坚持了9年了。对，发展比较缓慢吧，就慢慢做吧，就慢慢在积累啊。到18年，王一博被看到，其实也走了很多年，走了从14年到18年，走了整整5年。UNIQ、王一博、范丞丞、Justin、朱正廷、吴宣仪。你只有大招，观众的话才能在瞬间记住你们。我们是内。我希望他们是有战斗欲望，有一颗想红的心。从2009年开始到今天的话，已经走过了15年，终于我们有了月华大厦，中国的总部。所有人都觉得我在做梦，但我今天的话，那我觉得我的梦想照进现实了。3、2、1。第一个的话，我觉得情绪没到位，就每一个你包括一个甩头的话，我都觉得是没有情绪的。你必须得让所有的观众带入你的情绪当中。现在整个舞台的话，我觉得是平的。你们的大招是什么？你只有大招，你观众的话才能在瞬间记住你们。职场就是这样的，对不对？那公司请你来花钱，请你来是你创造价值的，他没有那么多时间和精力去完全的去培养和培训你，所以职场就是很残酷的。做这个团的时候，其实我思考也蛮多的。就很多时候大家就会跟我说，内娱的市场不适合做团，没有打歌舞台，没有很多等等，就找了无数的理由。但是我不这么认为的，就是因为没有机会，没有舞台，我们自己要去创造舞台和机会。只有你们成功了，你们走出了一条道路的话，那后面才有更多的从业者愿意从事这个行业。是，所以我们给别人的是什么？是情绪价值，是努力积极向上的精神。如果他们自己来跟我说杜妈，我们不想努力了，我不想干了，那我立马会说，请走，不送。但就因为他们来跟我表达是他们要努力，他们愿意为这个放弃自己很多的东西，我觉得这种精神的话，是蛮鼓励我的，是，也是让我愿意去持续的投入和配最专业的团队给他们。